差不多8、9点钟的时候呢，楼下还是海边很多人散步的，基本上每天我也会来这边走一走，走个1小时吧。朋友们，大家好啊！又有1周没有更新了。那么今天这个视频呢，我想回答网友几个问题啊，顺便聊一下就是我最近的一些移民的生活吧。首先呢，就是有网友问我啊，他说，如果他本身有一些疾病啊，那么他办理了这个西班牙的保险以后呢，他是否可以在医院里面去看？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啊，只要就是你买这个保险的之前呢，他会叫你填一些这种自己的状况的啊，那么他会给你核定一个保险的金额。那么如果你买了保险以后呢，你就可以去看病，包括做手术。但是呢，一旦就是你买了这个保险以后呢，你做手术也好，或者说你看了病的次数多了也好啊，那么第2年你续这个保险的时候呢，它的这个费用就会增加的啊。我建议大家呢，还是要考虑直接找西班牙的公司去购买保险啊，不要找那种代理，因为最近其实也发生了一些事情，就是有代理呢，他帮就是别人买保险，但是呢，实际上他买的保险的这个种类啊，就是有问题，最后导致了别人就是真的生病了，然后去医院看病看不了，并且呢，这个还会影响他去续居留啊。另外呢，就是你在医院里面看病以后呢，医生会给你开一个处方单啊，那么你拿着这个处方单呢，去药房买药，这个药呢是完全要你自费的啊。那么很多人呢，他买了保险以后呢，他到医院去啊，他就检查的项目他就想这个也检查一下，那个也检查一下，医院是不管的，他都会给你去检查，但是呢，这个费用呢就会在你第2年的保险会增加，并且呢，可能这样做的人很多，今年的保险的内容啊，它就比去年，有几个项目呢就少掉了啊，就是有些项目它叫你自费了，好像就是什么检验血液啊，还有什么东西的，反正就是有好几个项目都是要你自己去支付费用啊。那么我觉得呢，如果是大家想移民西班牙的啊，尤其是办理非盈利的，或者说其他的一些移民的方式的，如果你纯粹的啊，就是来这边生活啊，来这边就是像长期度假一样的啊，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如果考虑到就是要在西班牙去工作去赚钱的话呢，我觉得你还是要慎重一点啊，尤其是像我这样已经40岁左右的这种中年人啊。那么我为什么一直在视频里面会经常说到做投资理财啊，做这个股票、做外汇呢，或者黄金之类的？主要呢也是，其实当你真的了解了西班牙的这个就工作的这种市场，它的要求，你其实会发现，这个根本就不像很多中介呀或者很多人说的那么容易的找到工作。而且呢，我还发现了很多很有意思的地方啊，那我说给大家听一下。首先呢，就是一开始我也尝试去找一些那种兼职的，因为我是做摄影的嘛，对吧？我可以做很多这种远程的兼职的啊，比如说帮别人教别人怎么摄影啊，或者说别人摄影的一些图片啊，一些需要修图的一些比较复杂的这种
调整图片的内容，对吧？那么我会发现啊，在这些欧美的这种网站上，提供最多这种机会的呢，分别是像美国像中国像北欧一些国家，还有就是阿联酋啊。其他的呢，你像什么西班牙什么意大利葡萄牙这种，还有几个国家就非常的少，就我几乎就没有看到过就他们提供的这种工作机会是非常少的。那么在这里的这种本地的西班牙的一些提供兼职机会的这种网站上呢我也去看过。一般呢，它都是像比如说我现在在海边，对吧？那这个海边有很多饭店那么每年呢，像这个季节呢，就是一个旅游的旺季，像一些其他国家的人就来这边旅游，或者西班牙一些其他城市的人来这种海边旅游。那么它的饭店呢，就会进入一个非常繁忙的这种时间。这个时候呢，他就会招兼职有的也会招全职。那么他招兼职的或者全职的这些要求呢有2个。首先呢，就是你要掌握西班牙语，是非常熟练级别的这个西班牙语的这个级别，绝对不是说我们平时打电话或者跟人家简单交流一下不是的，是非常熟练的。第2个呢，他要求你掌握英语为什么呢？因为很多游客是说英语的，对吧？那么工资是怎么样子呢？工资呢，像这种兼职呢基本上呢就是1小时差不多15欧元那么你算下来，反正就1个月差不多也就1200欧元到1300欧元左右吧。但是呢，往往它这个一家店它只有1个到2个这种就是服务员最多了，我就基本上很大一个店我也就看到两个服务员一般就是1个人，就你1个人最起码要外面满了要有7、8桌，然后你要去收桌子，要去点菜，要去上菜，还要打扫卫生就基本上我觉得这个工作量是在中国国内的话差不多4、5个人的工作量而且呢，他这边像比如说像我在的这个地方，他的这个是在白天上班，一直到晚上12点，后面1、2点基本上就是要这么久的工作的时间。所以呢，就是我会发现一个问题，为什么？比如说我如果在一个澳大利亚呀、加拿大呀，或者说美国呀，或者说英国呀，对吧？那么这些地方，首先我只要会说英语就行了。然后呢，这些地方它给的这个时薪就每小时的这个给的钱，比这边呢其实要多不少，对吧？那但是呢，在这边呢，你同时要掌握2门语言然后呢，你拿到的工资还少所以呢，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神奇的一个地方，但是没有办法，对吧？因为你如果已经来到这里，那这个就是你必须要去面对的那么能够熟练，就是到这样的一个语言的级别，就说西班牙语吧，要多久呢？根据我对我自己的判断别人我不知道，对吧？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我觉得呢，差不多要最少要5年以上就是如果你每天非常认真的去学习、去讲去交流，你差不多要5年以上，我觉得可以去这个餐厅里面做一个服务员所以呢，这个就是一个现实那么很多人也会说他说，哎，你看这边有很多华人他们来这边开这个中国餐厅。然后开这个超市，不也在那边挺好的吗？我有好几个朋友就是之前的老的移民，都是这样的一个
干这样的工作的啊。那么基本上呢，我和他们交流下来啊，他们呢，他平时也跟我说啊，他说那个西语啊，你还是要练练的啊，一般都会跟我这么说的。他们呢，基本上都已经来了20年以上啊，很多人就是10几岁就来了，然后现在40多岁了嘛，对吧？他们10几岁就来了，他们可能之前的什么姐姐啊、哥哥啊就在这边，然后呢，他们来了以后呢，一般都是先在这种马德里啊、巴塞罗那啊，因为那个时候主要大家都集中在那里，就是那批老的移民，他们在那边先工作啊，工作完以后呢，他就拼命练习语言，因为10几岁、20岁左右的时候，他可能就学习语言的这种动力啊，或者说他的记忆啊都很好。那么他讲了10几20年以后呢，他也就到一个非常熟练的级别了，对吧？所以呢，就是这些人啊，我觉得就你不能啊，他其实只是长得跟我们一样，但其实他们在这边生活已经是非常久的时间了啊，所以我们不能拿这些人跟我们去对比。那么我呢，也到朋友的店里面啊去聊天啊，就一个下午吧。因为我一般下午去，我就看到他一个人在那边收银，基本上是忙得不停的，啊，然后呢，就反正这个工作是非常的繁琐的啊，就一会儿有个人来给他什么买个电池，啊，比如说汽车的钥匙啊，他给你换个电池，他给你买了电池以后呢，你要还把电池给他换好。还有一个人，比如说买2个这个气球，啊，那么他买完气球以后呢，你还要帮他打气。总之就是他一个人就是又要收钱啊，又要给发票，然后还要给别人解释什么什么东西在哪里，然后呢又要不停的换电池啊、换气啊，还要跟人家聊天啊，因为这里人很喜欢聊天，他们一般一看到你啊，就直接先进来问你啊，你好啊，最近怎么样啊，天气好不好呀？就每个人都是这样。然后我在他边上站着呢，他可能觉得我站久有点不好意思，他给我搬椅子坐，我都觉得，就我站着我什么都不干，只是看着他在那边聊天，我都觉得腿特别累啊，我都觉得吃不消。那么我也就跟他说啊，我说你这个工作也挺累的啊。他说没办法啊，他说已经就是干了那么久了。如果就是换个别的东西呢，他们也不知道干什么，啊，然后呢，这个工作呢，他说实在是浪费他很多时间的，因为他人要一直在店里面的，对吧？那么即使这样的情况呢，其实这个竞争已经是很激烈了，就是往往一条大街上，有一个这样的超市，旁边就必然有2个3个就是全是这种中国人开的。那如果是有一个中国的饭店呢，往往就是又有1个2个3个，反正就好多，对吧？所以这个竞争也是很激烈的，生意也没有那么好做，所以呢，我觉得呢，就是说，除非就是你真的有一个非常过硬的技术，然后呢，你又有非常好的西班牙语的交流的能力，这个交流的能力绝对不是说你考一个什么B2 是在这边就是你读大学读硕士你需要的这个西班牙语的能力。很多人在这边就是他读了大学读大学不敢说，就他读了硕士，就是他国内读的大学或别的地方读的大学，他来这边读一个硕士，读完以后他也找不到工作的。为什么？因为他的西语能力不行。虽然他有这个 B2 的证书，但是实际到应用当中，公司觉得跟你沟通太累了，就掌握不了。然后这个东西就是最重要的，就没有这个东西，就别的东西你就别看了，对吧？比如说我摄影技术很好，我觉得我要去公司工作，那能不能就是我的语言差一点？不行的因为他们觉得我连沟通都没法跟你沟通，我跟你拿个什么翻译什么，对吧？或者说，我还要用英语跟你沟通没有这个必要，对吧？我换一个人就行了。所以呢，这点是。就算你有过硬的技术，如果你的语言能力真的达不到一个非常好的标准我觉得是很难找到工作的。
那么如果说像很多人说的什么，你去一个帮许多中餐馆或者超市里面工作，什么仓库什么那种基本上首先就是想找这样工作的人很多比如说许多非盈利的人来了，对吧？或者说其他的一些原来黑在这里的他们都想找这样的工作。那么这种情况呢，导致呢就是工资很低这个工资有多低呢？就差不多一个月有个就几百欧元就1000欧元都没有的，但是工作量也非常的大然后呢，你在那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呢，你也不可能就是学习西语、练习西语并且呢，就算是这样的这种情况，这样的这种工作呢，都不是那么好找的那么等你就是如果说你自己，很多人说那你去那个什么，你去那个换一个工作居留去找一些工作。工作居留在这里很多人都是要卖给你的那么他卖给你，就是你的成本就是几千欧元，然后你花了那个钱，就算你有了这个居留，你去找工作，你西语不行还是没用，对吧？所以我觉得要不就是你真的你能够掌握非常好的西语，就来之前你得花了很长很长的时间要不呢就是你真的就是考虑别的地方吧。我觉得可能什么就是讲英语的地方我觉得这个性价比可能就更高一点因为我前面已经说过了，说你只要掌握英语，你找到一个工作，你的这个收入就比在这边又掌握西语又掌握英语收入要高，对吧？你何必就是说还要再多花这么多的精力，对吧？好吧，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今天想跟大家说的谢谢大家。